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啊，那么其中2个主题跟两会都有关系啊。那么第一个主题是两会内望啊，那么我们两会期间我都会用这个来带出两会期间发生的一些新闻。那么地方政府日子难过要哭穷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中国接种疫苗5200万还不够快啊。那么第三个是内蒙古全面关停比特币挖矿业啊。那么我先说这个第二个，因为第二个跟我们这次两会的安排有关系啊。我先讲第二个。3月3号啊，全国政协开首场记者会啊。那么政协发言人说，今年两会开会，会期3月4号下午开幕，3月10号下午闭幕啊，总共6天时间。那么大会安排开幕式、闭幕式，2次大会发言啊，一次大会，其中一次大会发言是以这个视频方式举行。那么安排6次小组会啊，那这个情况跟这个去年的情况是有点像啊，去年时间更短，那么今年就还是缩短到6天。那么他说，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和会期安排，今年会延续去年的做法，邀请少量在京中外记者到人民大会堂现场采访，那么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安排3场委员通道采访活动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那么以前是这个大会堂是这样，大会堂的结构呢是里面是会场，会场外面就有一片啊，其实从大门一进来就是一片非常大的一个休息区，休息区就放了很多桌子椅子啊。那么大会开会之前呢，代表或者委员就在休息区里面坐在那儿喝茶啊。那么铃声一响，大会就进会场，会场这个主体是会场，那外面大概能坐好几百人啊，甚至上千人都有可能啊，很大，那个休息区非常的大，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采访区域啊。那么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在12、13年，就是习上来之后，就把这个休息区呢封闭起来，就记者不能进去了。记者一不能进去的话，等于就是两会的采访就只能采访记者会，或者是你约这个代表或者委员在驻地采访，要么就在门口啊，门口就是人民大会堂东门的这个台阶啊。东门这个台阶是它的情况是这样，东门的台阶呢，代表或者委员全部是坐大巴直接进入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把车停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呢，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然后就在休息区，因为还没开会，那么有些人会直接进会场，大部分人会在休息区休息。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记者采访的过程。那现在的情况，他把休息区一封，等于记者采访的主要的场景就没有了。那么也就是在路上的场景会有一些，但是大部分的委员和代表都不会在露天接受采访，因为天气还是很冷的啊，还是很冷的，所以通常都会先进去。而且现在的这个进入大会堂的这个安检，2道安检，所以大家都会提前进去。所以这种情况呢，于是呢，他就安排了一个什么通道采访，就是在旁边围出个地方来，就是安排他想安排的人拎出来给大家提问，类似一个小型记者会这样。这种情况我们就说这个两会的这个开放程度一下就收得非常的窄了
啊，这个是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以前自由开放，把这个休息区全开放，所有人都在里面，你想找谁采访都可以，只要他接受。那么这个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我经常讲，习近平是反改革，这就是反改革，就是不开放，就是封闭起来。那么通道采访讲的就是在旁边拉根绳子围起来，然后安排委员或者代表在这里面，叫通道采访，就是一个这样的啊，他是这样啊。他说去年就是因为考虑疫情防控，缩短了这个会期，压缩了这个人员，减少人员。那今年的这个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我相信少了80%了，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啊，精简了文件，线上线下结合啊，这是讲会啊，会这么开，今年的会是这么开。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次会议上讲到，今年1月份，那么中国的疫苗这个接种速度在加快啊，1月9号到1月9号，中国的疫苗接种的数据是900万，那么到2月9号，也就中间差了1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它的接种达到了这个2月份就是1月9号到2月9号。接种达到了4052万，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总共有5200万接种，他没讲1次还是2次啊。那么截止目前，中国已经向28个国家出口疫苗，那么并向69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那么这个数量还在增加啊。那么中国目前已经批准了4款疫苗上市，其中3款是灭活疫苗，那么另外1款是这个腺病毒载体疫苗，这个名字叫科威莎。那么另外3种呢，全部都是灭活疫苗，分别是国药中生北京所、国药中生武汉所，还有一个就是科兴这个科兴维科现在就是在香港接种的疫苗。那么国药中生武汉和科威莎是2月25号刚刚才批准使用。那么中国疫苗行业协会会长封多嘉他说呢，这个安排今年会安排10亿人份就是有10亿人，就是20亿剂的疫苗，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完成这个10亿接种。那按照这个现在这个速度是做不到的，按照他现在1个月是4000万的话，中国要实现这个全民免疫要用26个月的时间。他说的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快吧，现在不知道，他完全没有公布过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情况安排是怎么安排，完全没有透明度那么郭为民在问记者就问这个郭为民说那个中国这个疫苗外交中国疫苗出口是不是拿来做疫苗外交然后他就解释，他说疫苗是国际社会抗疫合作的重要内容。那么中国也表态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支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积极推动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那他就不讲这个疫苗外交了这个效果不好，讨嫌那么当然昨天有网友问我说，这个美国白宫发言人拒绝给墨西哥提供疫苗，说是要等美国接种完了以后才能向其他国家提供。然后昨天就有网友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所有的民选的政府一定会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些选民把你选上来就是让你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的。那么中国自己的老百姓只接种了5200万的时候把疫苗出口，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的政府根本没有把中国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区别就在这里。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中国其实如果按照现有的速度去接种疫苗的话，那其实它是需要26个月才能够完成这个全民免疫啊，也才能达到75%。那现在的情况是啊，为什么它这种之前本来是在年前，中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1500万的接种规模的，但是实际上呢，它只做到了900万。大家知道，中国政府是个全能性的政府啊，它的动员能力很强，它的政府的这个公权力无所不到啊，但是它接种的这个速度却不理想。为什么？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疫苗的数据不公开啊，那么效果不明啊，然后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对它不信任呢，那于是这个大家接种的这个意愿就不高，这是接种速度慢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分配啊，它的分配不透明，你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搞，这个钱怎么掏啊？疫苗的厂家是怎么个弄法啊？他一会儿又说收钱，一会儿又说不收钱，这中间就信息非常不透明，说明什么？背后这种角力跟这个卖疫苗这件事情背后涉及的巨大的利益有关系啊，有关系。那么所以很多东西就不敢讲，越不透明，大家意愿越不高，然后他的这个接种安排也不敢讲得很清楚，所以就乱七八糟啊。所以你看他接种速度就比较慢啊。那么之前就一直在吹牛啊，社会主义优越性啊，我控制最快啊，但你到最后你可以看一下，制度性的优势就会慢慢的显示出来啊。那这是关于这个两会的记者会啊。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地方政府啊，大家知道两会是一个平台，我们讲两会是个政策平台，这个政策平台最多的通常是两件事情啊，反映的最主要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各个部委啊，国家各个部委会在这个期间把他们今年要做的一些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在这个平台上发布，然后呢，大家讨论啊，甚至会变成一个法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啊，这是核心领域。但是还有一个领域，就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博弈的平台，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开大会，一开小会，然后开小分组会，那就经常会地方政府会通过这个平台，因为大家知道，通常呢，人大政协都会有一个情况，就是政治局常委会去各个省，当然这个省不是它都会有特点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去云南少数民族，有的时候会去解放军啊，重视军队，比如说会去这个广东省重视经济发展，会去上海经济重镇等等，他会选择一些这样的地方代表团，或者是这个政协或者人大去参加他们的讨论。那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个很重要的平台啊。那么而且每次开分组讨论，通常要么安排国务院的这些副总理啊、总理啊，或者是各个部委，甚至是政协的政协是分界别啊，这个人大是分地方啊，人大的组，比如说广东组，政协呢就是文艺组、经济组，它是这么分，所以它两个是切片方式不一样，一个是横切，一个是竖切啊。那么在这个平台上面呢，地方政府就会趁机提出他们的问题啊，而且政协也好，这个人大也好，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什么东西？叫会议简报。会议简报很重要啊，每个小组讨论都会有一个会议简报，然后会议简报会汇总，每天会汇总，然后再
第二天就会发到各个代表委员的房间里面去。你每天这个时候呢，就是政治觉悟就来了，就是你翻这个会议简报的时候，你就知道上面想要说什么啊，就是他就把会议简报里面各个，他不是全要，他有些他不想要的就不放上去啊。这里面后面是谁？后面是大会的这个，比如说人大就是人大常委会，政协是政协的这个组织，它背后就有一些操弄啊。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舆论，也是什么？会议的气氛啊。那么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这种方式跟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啊。那么今年博弈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讲什么都没用，其实钱最管用啊。那么去年疫情冲击啊，然后又是减费降税啊，虽然声称减费降税是25000亿啊，这个是骗鬼，没有人相信啊。那么去年呢，全国的财政收入啊，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收入下跌啊，这是1977年以来的第一次，跌幅达到3.9%，财政收入啊。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状况冲击更大。那么从这个大家要看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要看什么？地方开的两会，地方开两会一定是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之前都开完了，一定是全部都开完，才会开全国性的两会。那么今年各地两会一开，各地的财政报告就已经出来，就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情况是什么呢？各个地方是中国有一半的省市，那么去年的财政收入是下降的啊，下降。那么虽然去年当然仍然有一半的人是增长，但增长基数都很小啊，很小。那么也就是说，去年的财政状况不好，那么去年的基数比较低，今年理论上应该高一点，但是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那么今年的预期也不高啊，今年预期也不高。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什么？这个按照他们地方政府开两会的说法，叫财政运行更紧张，收支困难更突出，日子更难过。今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去年有31个省市，其中有14个是下降，17个增长。那么下降最明显当然是湖北啊，湖北跌了多少？湖北跌了25.9%，我觉得应该比这个还要大。那么另外什么呢？另外天津、黑龙江、新疆、北京、广西冲击都比较大，都是下跌的啊。其中北京跌了多少？北京跌了5.7%啊，跌得蛮大的啊。那么其他的就是增长，17个增长，17个增长的比较高的一个是青海。青海就不用说了，青海是因为转移支付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四川啊，那么有江苏、浙江、广东15个省，那么增速都在3%以下啊，就其实涨得不多啊。其中广东省的这个卖地收入增加了40%，所以它为什么会增长啊？那么今年预期财政收入的状况。最突出的是湖北要增长20%、21%啊，因为去年跌得很厉害啊，今年就要放个卫星啊。那么天津说要增长10%啊，那么其他的情况是这样，我就把这个有几个数字啊，我就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就知道这几个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省。北京去年是跌5.7%啊，今年就是增加3%以上。去年天津去年是跌10.5%，今年是增长10%啊，这不找回来的意思啊。辽宁是去年是0%，今年是4%。上海是去年是-2%，
今年是3，江苏是3，去年是3，增长3啊，今年是增长4.5，浙江是去年是增长2.8，今年增长5%啊，山东去年是0.5啊，今年增长5%，湖南是增长，去年是0增长，今年是4，广东省去年是2，今年是5，然后重庆是去年是-2，今年是5，这个四川是去年是3.5，今年是7啊，四川好像这2年经济都还可以啊。福建去年是1，今年是4.5啊，那么大概的情况是这样。你通过这数据来，这就基本上是中国最厉害的省了啊，经济强省都在这里了。那你可以看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今年其实地方政府对经济的预期并没那么理想啊，并不理想啊。那么，那也就是说啊，地方政府要哭穷了。为什么要哭穷？哭穷无非是2件事：第一，要中央政府支援啊，中央政府要支援；第二个，希望中央政府给政策啊，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政策啊。那通常呢，比如说这个李克强啊，今年去视察，去参加这个上海组的人大上海组的讨论，那么上海的领导，上海的市长或者副市长就发言的时候就会讲啊，我们今年财政有困难啊，那么这1、2、3、4、5啊，原因是什么？1、2、3、4、5啊，然后就我们有个建议啊，中央政府能不能1、2、3、4、5啊，就这样。然后那个李克强通常就会在会上，安抚一下啊，你们去年工作做得不错啊，那然后就这个今年呢啊，我们中央政府肯定会大力支持的啊。他去这个代表团参加代表团的讨论，他肯定兜里得装点东西去，去之前肯定得问清楚，兜里得装啊。那我们今年准备1、2、3啊，对支持上海的工作，然后大家鼓掌啊，好，就这样，大概是会这样啊。那么为什么地方政府财政这么困难？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当然经济今年会有所复苏啊，那么会对这个财政收入有所恢复，但是今年其实中国还面临的一个问题，疫情还会反复。我还是讲，中国的麻烦在于什么地方？你不是用这个全民免疫来解决疫情的话，这个细菌是不会走的，它就一直会在社区，一在社区的话，你就会在这里待着，它一有机会它就露头，所以这个问题就疫情的反复是未来一段长的时间中国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疫情的防控措施就是发现了一个就直接封城，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一下啊，这种情况在2月份是比较厉害的啊，就上个月比较厉害。所以你可以看上个月中国的这个景气指数就在往下走啊，经济指数往下走，经济指数往下走，我估计有3个原因。2月份的景气指数是在下降啊，就是特别是制造业的情况是在没那么好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疫情反复，疫情一反复封城，一个区封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材料涨价，今年原材料涨价非常的凶猛。原材料涨价是造成什么呢？造成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麻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人民币很强硬，这几个原因会造成什么呢？制造业的麻烦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去年呢，中国地方政府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呢？有2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抗疫特别国债啊，抗疫特别国债是1万亿，1万亿全部给地方政府分掉1万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特殊转移支付。什么叫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就中央政府手上握的剩余的财力，然后就给穷的省拨钱，就叫转移支付啊。
那么中央政府大概呢，它大概呢有20%，就是全国的中央政府现在的手上的握着的财力大概45%，就是全国收了100块钱的税，中央政府拿走了45块钱，地方政府31个省市自治区分这31，就是55块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账。那么中央政府实际上他要花多少钱？就是他手上那些事情，他要花多少钱？他不是拿了45块钱吗？大概他要花30块钱，也就是说，他还有15块钱的富裕。这15块钱的富裕就是中央政府手上拿的，谁听话多给谁钱，谁没穷了给谁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它特殊转移支付，疫情啊，中央政府少收一点，这个少收的钱呢拿出来给地方政府，就那些穷的叮当响，已经没办法维持的。那么这2个政策呢，今年就没有了啊。这边还有一个是什么？赤字啊。那么赤字放大1万亿，等于去年有2万亿给了地方政府，那么今年就全部都没有了。那这全部都没有了，地方政府那一下子少2万亿，那很难过啊，非常难过。那么这是一个啊，这是第2个原因。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市县财政非常的困难。现在目前市县财政已经回归到什么呢？回归到吃饭财政。什么叫吃饭财政？吃饭财政就是只能保吃饭啊，所以他们现在叫3保，原来叫6保，现在叫3保底线。3保底线讲的是什么？保运转，就是政府的运转，就你得上班啊，得干活啊，保运转，保工资，保证大家发工资，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特别是县政府，很多发不出工资来，很多都超过半年了啊。然后就是保基本，什么叫保基本？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营是什么？就是2大项，一项是什么？一项就是公共服务，另外一项维稳啊，就这2项。公共服务主要是几个，一个公交，一个医院，一个学校，基本上就这3，当然还包括什么水电煤气啊，这些的保，就基本上保基本，其他的就动不了的了。那么北京天津啊，北京天津做什么呢？通过财政收入划分的改革，向区县让渡财政收入，就拨一部分，就是调整这个分配比例。其实讲到底就分配比例，调整分配比例就是让区县的这个财政收入增加一点。这是一个。辽宁、重庆就设立什么呢？财政工资专户，那么保证工资发放啊，因为很多县市政府发不出工资了，他就成立一个专户，就给他们拨款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除了这个政府的运营存在困难以外，还有3个基本的风险正在发生。第一个，社保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但是现在各个地方的情况都来了啊。那么这个多个省在预算报告当中专门提出来社保基金运行风险，那么甚至把这个社保基金运营风险比什么呢？比地方债风险还要重要，还要严重。那么青海说，当前社保基金运行风险逐渐显现，说的比较温柔。湖北也说，局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运行风险需要高度重视啊，那么说明都是有问题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已经公布的预算的这个省份当中，只有青海、宁夏、安徽、云南、湖南是盈余的，就是社保基金大部分的省都出现了亏空。那么需要动用往年的这个结余啊来弥补。举例，情况严重的是谁？辽
辽宁去年社保全省的社保基金收入是4千亿，支出是4140亿啊，亏空94亿啊。那么今年预算收入是4186亿，然后支出是4511亿，这个亏空一下子扩大了多少？扩大了325亿。那么今年年末结余会下降到946亿。辽宁的社保基金已经连续亏空了好几年啊。那么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不是城市职工养老保险从2015年开始就持续的亏空啊。那么2018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一个养老保险中央调剂，然后辽宁省就一直是这个净拨款的一个省，它累计向中央这个调剂制度累计向辽宁拨的这个钱已经超过了黑龙江，所以呢，他在几次会上都被部委批评。那么这是辽宁。重庆好不到哪去啊。重庆社保基金这个收付压力加大，那么失业工伤保险的结余消耗殆尽，然后医疗保险结余低于要求。那么今年的预算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结余分别是33亿和5.6亿。那么这两项基金去年分别亏空29亿和9亿，这是重庆的情况，好不了多少。湖南去年是结余的啊，就是正向，但是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亏空9.3亿和15亿啊。那么要通过滚存的这个结余来弥补。那么今年的结余是86亿和108亿啊，情况是这样。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隐形风险，隐形债。隐形债是什么？隐形债是地方政府说不出来的痛。为什么？讲不出来。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有多少？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总额是26万亿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多少？没人知道，但是已经有人统计的结果，大概是法定债务的1倍，也就是50亿到60。我说错了，少了个万字啊。法定债务是26万亿，那么这个隐形债大概是50万亿到60万亿之间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今年开始，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就是省级政府，那么有25%的省级政府，他们的财政收入有一半要用于还本付息。那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啊？如果这还是只是用于什么呢？用于法定债务，就是明面上的债啊，就是那26万亿的债。那么还有隐形债，它就是拿其他的钱再去填。而且如果它隐形债盖不住，就会出现什么？暴雷就这么来的。各个省谁出了暴雷，一票否决，所以各个省也很紧张。这一头呢，你要还这个法定债务，另外一头呢，隐形债也在发生。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无以为继，举债度日。那么这就会成为什么？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地方政府的大合唱。他就会在小组讨论大会小会上地方政府就会讲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变得很大。这就是个博弈平台。所谓的博弈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些。地方政府的方式就是这种方式。
中央政府不能不管，他不管呢，他在政治上会有问题。你想一下，中央政府一开两会，有很多政策要投票通过，别忘记了，你的票都是底下的这些省政府、省长、书记带队开会，你投票都是这些省长、书记底下的人投的票，所以你要他们支持你，在政治上支持你，中央政府就要出点血，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年两会的主题就是地方政府要哭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讲完。那么内蒙这个关停比特币挖矿，我们只能晚上再说了啊，因为已经超时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看两会马上就开了啊，那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进入这个两会的这个主要的议题。那我也希望大家尽量的关注这件事情啊，虽然这件事情它今年开放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还能看到，其实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给大家解读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啊，请大家关注。明谢 ABC123，谢谢。The way to fly 啊，谢谢。每天最期待的就是王老师的节目，希望王老师及家人能够早日接种优质疫苗，远离疫情威胁。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吧？那我还是年轻人嘛，所以年轻人还是要晚一点的啊。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啊。昨天拜登总统说，5月底可以完成所有成年人的接种，只要你去就能帮你打。那么现在已经3月3号了，3月3号到5月底，也就是3、4、5 3个月的时间，这一年都过去了，所以大家不着急了。这个时候反正就是把我们的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保持警惕做好，那么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了啊。情况，地方财政征收罚没收入恐怕要承担重要责任。我所在的山东龙头市啊，那么以前违章停车罚款都比较宽松，我甚至有停邻居常年不用的门口被举报，交警来了贴了罚单，实际并没有录入系统的情况。去年后几个月开始，各个区交警疯狂执法，我甚至收到半夜12点半的罚单。此前夜间违停是默许的啊，罚没是这样，2018年这个取消地税，对不起，取消地税局，这是中央政府最狠的一招啊。大家想一下，以前涨得最多的是什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文件来了以后，我读一下啊。那要让我减税，好，那就减吧，支持啊，支持，好，点头。开会不止。布置完了以后呢，大家做起来呢，就朝着有利自己方向做。那现在呢，2018年开始取消地税，直接整个机构给裁掉了，然后再把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狠的措施，还把一个什么呢？把社保局也给取消了。原来交社保是交的社保局，你社保有个专门社保局，
取消社保局之后呢，谁来收这个社保费呢？直接由什么？直接由税务局来收。那原来是两本账，一本账是这个给税务局的账，一本账是给社保的账。所以社保经常企业报给社保都是按照最低标准去报，那社保费用就很低。你现在呢，你直接由这个税务局收，税务局收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你没办法做两本账，因为你报给税务局的那本账，他同时就知道了你是多少。所以很多企业倒闭的原因是跟这个有关系。那社保一下就涨了一大块，社保支出大概占到人事工资的30%左右，非常高的。如果按照社保正规的要求的话，那现在这样一来，就经常为什么会出现什么？出现社保一抓就倒一批企业，原因就在这里。你想一下，而且他追溯之前发生的事情，你看你之前交少，一追10年，你不完蛋，那这个厂子这个企业肯定倒闭。所以你现在看，那地方政府就没有了税局啊，税局全是国税，国税听国家税务总局的，不听你的，那这不麻烦了？地方政府就没有钱袋子，没有钱袋子怎么办？地方政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罚没。罚没是不进税务系统，是进他的这个财政收入，那就使劲罚呗，就是这样。中国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啊。观点：天津去年的经济下跌是极端疫情防控措施的副作用。天津的疫情一直都不算严重，但是一出现一例就大封锁、大动员。在疫情严重的那会儿，整个天津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商场也是不定期的关闭。这种情况下，经济怎么能好？天津就基本上就是拍马屁了啊，拍马屁，拍谁的马？拍北京的马屁啊！天津不能出事，天津出事会影响北京，所以天津这些官员就是你说的这种极端防控措施。反正我做极端一点不会错，中央政府也挺高兴啊，尽量的做极端一点，不就这样啊？情况，老家山上的桃子树被砍了，叫做退树还粮，砍了果树，种稻子、玉米，目前不知道怎么赔偿标准。再过几个月，桃子就能开花结果。今年是1分钱收入都没有了。本来乡下人就指望这点桃子，也没有书面通知，只接到村干部电话，第2天就来砍树。按照王老师的说法，叫无痕施政，太可恶了。中国的基层的这个组织啊，我们讲中国的政权是独裁政权啊，独裁政权的普遍的特征是什么？强干弱支。强干弱支是什么？就是中央政府或者是省政府很强壮啊，资源都集中在权力大的地方，越往边缘越弱啊，越弱包括人力、财力、权力啊、授权都很弱，都很弱的结果是什么？没什么人在那里啊，没什么靠谱的人在那里，那就做事情就乱七八糟，乱来呗，基本上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施政的水平为什么会差，跟这个政权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啊。情况，台湾的地方政府有举债上限，上限就是地方年度收入的30%，也就是怕政府胡乱举债，美其名曰建设，实则为县市首长好大喜功，所以不像中国地方政府负债200%以上。这也就是台湾常常被中国人笑 GDP 比某些省还低的原因。他设定收入的30%作为他的上限，其实核心的问题不是上限，其实核心的问题是要授权啊，就是说你举债你要解释你为什么要举债，然后授权是什么？授权是民意代表要批准你去举这个债。那么民意代表他代表的是老百姓啊，那我看你这个举这个债是有必要的话，那你就让你举债好了。
如果这个举债是没必要的话，那我就否定掉嘛，就否决嘛。否决的话，你就举不了这个债。中国政府的情况是什么？地方政府的地方债没有办法控制住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地方债会是中国政府最后崩溃的其中一个概率最大的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地方政府举债没有人约束，因为人大是假的，人大是被架空的、操控的，所以人大没有约束能力。人大没有约束力，你想一下，我政府首长，我是个书记，我在这里最多做2任，有的时候可能只做1任，我可能就升官了，就到中央去了，或者去别的省。我原来是省长，我到别的省当书记。我原来在当书记，我去更好的省当书记，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就干2届也就10年。那我要政绩怎么办？反正财政从来没有结余过啊，没有结余。说哪个地方政府有结余没有的事，都是要举债搞建设。中国过去40年，从中央到地方做的任何的建设啊，建设投资，修地铁、修高铁、修机场、修这个市政建设，所有的都是举债，没有不举债的啊。那也就是说，你为地方做的这些政绩都靠的举债。那既然是靠举债的话，那就是说谁举的债越多，他政绩越大，对吗？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借得来，你有办法借得来，你就使劲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人大没有办法制约他，他有无穷的动力，就因为他政绩，因为举了债一做建设 ，GDP 就上去了，这不挺好，带动经济啊，多好的事情啊！那至于后面谁来还，那我就不管了，我做2届我就走了，对吧？我借这个债一借10年，不就挺好？所以中国的这个地方债是控制不住的。最后呢，等危机一来的时候，中央政府就一翻脸，不能够举债了，那又死掉了。经常的情况就这样。提问，请问王老师，地方政府专项债不列入赤字，用意是什么？有什么后果？专项债不列入赤字，专项债为什么不列入赤字？专项债它是这样，它有2个债，一项债呢叫地方债，地方债呢就是用来弥补它的收入跟支出的差额。那么专项债是拿来干什么呢？专项债拿来做投资的，就是地方的基建，特别是国家重点工程啊。那么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债务率不准确啊。中国经常讲啊，我们的债务率没那么高啊，债务率通常是100%，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率进入警戒状态，通常是100%，就是说你的债务总额除以你这个地方的 GDP， 如果达到100%的话，叫债务率啊。债务率达到100%，那就要警戒状态了。如果你不把这个专项债列入到这个赤字里面去，那你就没有算这部分，所以那个数据都是文字游戏啊。后果就是你后来还不起啊。现在我就讲，现在地方政府有25%的地方政府一年收入一半要拿来还债，就是这个后果啊。提问：地方腐败那么严重，将来会不会通过反腐败来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反腐败怎么解决债务的问题？解决债务的问题无非是2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是第一个办法。第2个办法，你增加收入，用收入来还债。你反腐败，我就不是把借债的人枪毙，然后就不还债，那不行。那不行，地方债
你要这么干，就没人借钱给你了，对吗？观点：地方政府就像以前的中央，大家都在击鼓传花，不懂情况。中国疫苗的接种情况跟疫情传播一样神秘莫测，没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在欧洲，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是中国疫苗的积极倡导者。哎，怎么又咳上？但目前还没有一种中国疫苗通过欧盟的审核，所以他们也在吵吵嚷嚷，没有实际行动。观点：不论是疫情或者是洪灾，永远不说每个人派发多少钱，什么条件的人可以拿，什么所以总是有人拿到，有人拿不到。只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就是宣传军人捐命，来百姓捐钱。情况：今天台湾上午第一批11.7万剂 AZ 疫苗抵达，就是辉瑞辉瑞疫苗啊。尽管台湾疫情不紧急，出到的疫苗数量也不多，但是对民心的安定有着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让很多急着疫苗话题生事的有心人稍稍消音一些。也期待第一线接触武汉肺炎病毒的医护人员能够藉此疫苗得到更好的病毒防护力。非常好情况。白宫的意思是不会从美国订购的疫苗中分给墨西哥，墨西哥有自己的订购，但是因为一些原因订购晚了，所以现在供应量很少，才接种了1%人口。不是美国禁止疫苗卖给墨西哥，是各管各的。墨西哥没有做好，美国没有义务替墨西哥擦屁股。美国有一个就是我印象中是拜登总统就职的第一件事情他签的第一批法案当中就有一个规定，应该是个国防动员法吧，就是在美国满足美国疫苗之前，美国不可以疫苗出口，理解吗？应该叫国防动员法里面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至于说美国政府要不要去支援墨西哥这个网友说的更准确。情况：昨天下午，雪城附近的一个体育中心接种了疫苗。体育中心有10个篮球场那么大，负责接种和维持秩序的都是美军医护人员和士兵。接种的人很多，多数是老人、肥胖者或者是特殊公务人员，场面井然有序，组织严密。美国民众也认真配合，要求的证件手续都准备完毕，疫苗和注射免费。感觉美国行政部门动员的能力、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相当强。感觉今年6月前实行全民免疫不是一句空话。观点：之前流行的不讲武德其实是不讲人性的意思。中共用这种庸俗娱乐的方式让民众广为流传，整个社会不讲人性，道德沦丧。中共的愚民术真的是越来越出神入化。提问：上海又突然出现了住房新政，上海发布住房限售新举措，优先购买的新房满5年方可转让。请问短短2个月连续出招，1月22日深夜推出离婚3年算婚内，现在又优先购房的新房满5年方可交易，说起来都是限制炒房，其实是否有其他的目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政府的这个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突然一下子越来越严厉了严厉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1线城市以及这个2线城市房屋这个活跃度比政府预期的要高
啊，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的金融行业的这个风险集中度越来越高，就这两个原因啊。那么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如果钱再往房地产跑的话呢，这个情况不堪设想。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至于其他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就是郭树清讲的，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的，就是政府要强力控制房地产，就是金融风险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房子交易量没有办法下来，我估计他会出新的政策啊。关键是交易量，你要看交易量，你可以看啊，深圳的交易量已经下来，深圳交易，你这个5年后才可以交易是什么？你就买之前你要想一下，5年之后才能卖的啊。所以这个不是炒房，限制炒房，它是限制入市。提问：老家湖南小县城，表姐家的儿子30岁，到处打零工，没有社保。我表姐问我可不可以让他儿子挂在我们厂里买社保，这样以后可以享受退休金。我怎么劝他都，我要怎么劝他不要买？感觉现在政府真的没钱了，社保亏空太大，到处拉人入伙。中国的老百姓对这种体制的这种依赖啊，是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你在一个外企拿2万块钱一个月，他情愿去体制内拿5000块钱一个月，他觉得这个更安心。这中国老百姓对体制的这种依赖，也不能怪他们。中国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劝不了。他对体制的依赖，这个劝不了。他只能让他重重的撞到一次啊，他发现这靠不上。但实际上，你大体上想一想，你都知道，其实中国政府哪信得过啊？他有一件事情他说到做到了吗？没有啊，所以没办法啊。John Snow 谢谢啊 ，Helen 张谢谢，王老师对提问的解答概念清晰明了，谢谢王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肯定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